蒋中正先生、宋美龄女士结婚典礼现在开始。1927年12月1日，在上海的大华饭店内，一场宏大的世纪婚礼正将整个国家的目光聚焦于此。当40岁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与30岁的名门闺秀宋美龄站在一起时，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对新人，更是看到一个改变中国政局的强大联盟即将诞生。众所周知，蒋介石通过与宋美龄的婚姻，成功撬动了宋氏家族背后巨大的人脉、财富以及国际影响力，最终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顶峰。那么，这场融合了金钱、政治、家族乃至国际关系的联姻，又是如何达成的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扒一扒这场被尘封已久的政治婚姻，看一看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算计与人性的博弈。时间拉回到1922年的12月，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初次见面便发生在上海。在一次由宋家举办的圣诞节晚会上，35岁已有家室的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25岁、风度翩翩又阳气十足的宋美龄。那一刻，蒋介石便对她一见钟情。此时的蒋介石之所以有钟情的资本，全因半年前陈炯明发动616兵变后，他登上永丰舰守护中山先生40多个昼夜，换来了孙中山的绝对信任，成为了孙中山最可靠的副官，同时还获得了国民党乃至整个上流社会的顶级声望，这才让他的想法越发大胆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时的宋家二小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。对于一个政治嗅觉极其敏锐的野心家来说，蒋介石很快就意识到，宋美龄不仅是一位迷人的女性，更是一把通往权力核心的钥匙。她背后是富可敌国的宋氏家族，是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姻亲关系，是流利的英语和西方世界的入场券。所以，她的一见钟情是荷尔蒙与政治野心交织的复杂产物。宋氏家族的实力确实是名不虚传。他不单是有钱，而且有洋人做后台。关键的是，宋家姊妹个个都是社会的中坚。宋家的三小姐，你真有眼力。将来谁要是得到了她，就等于得到了整个上海金融界。为此，在往后的时间里，他开始尝试对宋美龄展开追求，但终究是郎有情，妾无意。宋美龄作为见惯了大场面的名门闺秀，她对这位略显土气且有家世的军人并无太多好感。毕竟，大家闺秀的本能让她对自己的价值有着清晰的认知。她明白自己的婚姻绝不只是个人的事情，更是整个家族的一项重要投资。但转机却发生在1923年的一次国产飞机的试飞典礼上。在这一年，中国首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组装的飞机诞生了。为了能尽快投入使用，孙中山举办了一场试飞典礼，并邀请了各界民主人士前来观礼。宋美龄也在其中，因为在试飞的仪式上，孙夫人宋庆龄主动担任试飞员，此举让台下的宋美龄和宋霭龄紧张不已，生怕发生意外，机毁人亡。在极度紧张之下，宋美龄下意识地紧紧握住了身边蒋介石的手，这也是两人产生肢体接触的开始。这个无心之举成了两人关系的破冰点。从那时起，他们的关系变得熟络起来。宋美龄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位年轻的军官。能够这样，我很高兴。什么？我是说，能够分担您对你二姐的担心，这也是应该的嘛。谢谢。事后，蒋介石就找到了孙中山，说出了自己对宋美龄的想法，甚至还拿出了自己与第一任妻子毛福梅的离婚证明，希望能得到孙中山的支持，帮助自己去提亲。但当孙中山把这件事情跟宋庆龄商量时，却遭到了宋庆龄的拒绝。蒋介石早年有嫖娼和赌博的恶习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过3任妻子，而且3人都还在世，甚至在与其中一人诞下了爱情的结晶后，还将对方无情抛弃。在孙夫人看来，老蒋的人品有很大的问题，现在还没跟现任妻子陈洁如断绝关系，就对宋美龄有想法，无非就是看上了他们宋家的背景和人脉，再加上种种不良行为，让宋庆龄无法容忍自己的小妹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。然而被拒绝后，蒋介石并没有放弃，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，他展开了漫长而坚韧的追求。一方面，他与宋美龄书信不断维持情感温度；另一面，将真正的突破口转移到大姐宋霭龄的身上，让她帮忙在宋美龄面前以及宋氏家族面前说说好话。久而久之，宋霭龄就成了老蒋与宋美龄感情升温的调和剂。那宋霭龄作为宋家姐妹中最具商业头脑和政治远见的一位，她为什么愿意帮助老蒋拿下自己的小妹呢？其实她看重的不是蒋介石的过去，而是他前途无量的未来。宋霭龄相信这笔投资将为宋家带来无与伦比的财富和荣耀。在她的斡旋下，宋氏家族的阻力开始变得松动。现在大局已定，中国的未来之星是蒋先生，这是肯定无疑的了。
可宋家最大的阻碍并不是孙夫人，而是来自宋母。他除了看不上蒋介石的过去之外，更重要的理由是宋家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绝不能与异教徒通婚。为此，蒋介石开启了一场彻底的自我革命。他为了能获得宋母的赏识，不惜皈依基督教，花费大量的时间研读圣经，知道宋美龄讨厌烟味，还残忍地戒掉了自己20年的烟瘾。在穿着打扮上，更是脱下长衫改穿西装和军装，甚至聘请英国教师苦学英语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宋家，尤其是宋美龄的价值标准。我在美国读书时就非常崇拜英雄，我注意到了这2年蒋先生北伐军心，力挽狂澜，确实表现出了亚瑟王的雄才大略。从这也能看出，蒋介石有着强大的毅力和自律性。很多人终其一生都难以改变一个小习惯，而他为了迎合宋家，却能重塑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这在后来他成为国民党的1号人物后，除了有宋家的支持外，个人的能力也毋庸置疑。那么到了1927年后，蒋介石身为高高在上的北伐总司令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为什么他还要执意花5年时间去追求宋美龄呢？这其实得从孙中山逝世说起。孙中山逝世后，老蒋一直没有一个合理正统的身份去继承国民党政府，而如果能娶到宋美龄，那他就能以国舅的身份继承这份遗志，在法理和情感上都与孙中山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。这在当时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争夺正统性的斗争中，是一张至关重要的牌。另一方面，联姻成为了他洗刷军阀的标签。老蒋出身在一个浙江盐商家庭，一直被名流绅士们视为粗鄙武夫，所以他一直想改变别人对他的看法，而唯有与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宋氏家族联姻，才能实现阶级的跨越。当北伐逐步推进之时，蒋介石要的不仅是名义上的夫人，更是迎娶一个能执行自己任务的政治分身。宋美龄的才学、所见所闻及其人脉和国际影响力，都能够成为一个帮他联络列强援助的可靠心腹。所以说，对蒋介石而言，这5年追求的终点不是洞房花烛夜，而是权力的加冕。他追求宋美龄的过程，本质上是对自我存在的一场重构，从一个地方军阀到宋氏贵族的一员，从信奉传统到拥抱基督，最终从一个地方军阀晋级为世界承认的领袖。而对于宋美龄来说，这同样不是一场简单的婚姻，她选择的不是一个丈夫，而是一个广阔的能让她施展毕生才华的政治舞台。她崇拜英雄，而蒋介石的北伐功绩正好满足了她的想象。她渴望权力，蒋介石也能给她第一夫人的至高位置。看到这里，我想大家应该都看明白了，这就是一场各取所需、彼此成就的联盟。